RT 这个功能最近炒得很火，也是因为这功能的出现，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了磁轴身上。但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实雷蛇的模拟光轴也是支持 RT 的。作为猎魂光珠这个系列第一代的用户个人对这个猎魂光珠整个系列还是有一定的信仰在里面的。一碰就触发的超短键程和特立独行的外观，确实给当时还是一个小白的我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震撼。今天我手里拿的这一款是搭载了模拟光轴2代的猎魂光珠 V3， 触发原理就是通过 PCB 上集成的光敏电阻，配合轴体改变进光量的 V 型槽口，实现了 0.1 毫米到4毫米的可调节范围。其实磁轴虽然触发原理不一样，但实现的功能是类似的。在每颗轴体底部都会有一颗磁铁来产生磁场，按压轴体之后，磁铁通过 PCB 的磁通量就会改变，以后通过板子上的或元器件来感应磁场的大小，来完成触发。也是因为磁这个玩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定温度或者时间的影响，所以触发和触底部分都是要预留一定的空间层的，用来防止误触。所以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磁轴键盘可调的键程范围都是 0.3 到 3.6 左右，好一些的话可以做到 0.2。 光轴在可调节键程还有整体的稳定性方面，对比磁轴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优势在这里的。扯远了，聊回键盘本身猎魂光珠 V3 同时推出了3个配列，我手里这一款就是最大的108布局悬浮配列，对比上一代旋钮修改的更加的宽厚了一些，搓起来更有手感。面板部分也是做了一个横向的拉丝处理，做的是比较浅那一种，看起来虽然拉丝很明显，但实际上用手去刮的话是不会有那种指甲错的感觉的。那如果没猜错的话，表面应该是有做一层覆膜抛光。如果你购买的是87键和108键的猎魂光珠 V3，在方向键的上方，这里还有一小块 LED 的矩阵它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在无驱动的情况下快速调整每一个按键的触发键程，这一点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在不同电脑之间切换，也不用再去频繁的安装雷云驱动。雷云3驱动虽然近些年做的确实不错了，但等它更新安装完，再加上重启的时间加起来每隔10分钟还真搞不定当然，如果你下载了驱动是可以对键盘进行更深一级的自定义的。比如说最近呼声很高的 RT 可以调整触发的 RT 和断开的 RT。个人建议是触发键程稍微设置的短一些断开的话可以设置的长一些，但都不要小于 0.4 毫米不然很有可能出现人走着走着突然手一抖就站得不动的情况。光轴实在是太灵敏了。至于这个功能能给我带来多少实力提升，就我这个黄金段位的菜鸡来说，我觉得是没多少提升了，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以后翻到键盘背面一如既往的雷蛇 slogan 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种小细节上是做的非常到位了，整体的观感还是一如既往的雷蛇风在键帽方面这是一套雷蛇的双色做塑 PPT， 质感还是很顶级的，黑的纯粹，磨砂感强烈，一看就是非常耐造那种类型但是在打开键盘灯光之后，可以看到这一排这种字符非常密集的地方，边角区还是有一定发暗的情况，这也是闭口 PPT 字符注塑在工艺上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之前一代的猎魂光珠就有这一个情况，在第一代的时候就有，革新了这么多代还是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抛开这一点来说灯光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配合雷云3驱动可以实现游戏上灯效的联动。只要你是想玩灯的，那认准3大灯场那肯定没错。在手感上，这款模拟光轴2代对比我之前最初上手过的1代光轴，它的表现可以说是提升非常大。之前的1代光轴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手臂摩擦的刹车感，稳定性做的也比较一般，到这一代上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解决了。按压的话就是很纯粹的弹簧按压手感，那稳定性的话也比较之前有明显的优化，和我之前上手过的 RS 光轴表现是非常接近的，触点反馈会更加的密集。那虽然谈不上 HiFi 但起码不难听。但还是提醒大家一句这个声音最好不要在宿舍里面用舍友估计不会放过你的至于模拟光轴的看家本领除了刚才开头提到的 RT 之外，还可以通过雷云3来实现手柄的映射。说人话就是以前只有手柄才能做到的线性油门加速，现在用键盘也可以实现了，赛车类游戏玩家狂喜。
这样一圈看下来，我对这款雷蛇裂痕光珠 V3 的评价就是，它是一款磁轴的上位替代品，更强的抗干扰性带来了更高的触发精度和范围，配合雷云3相对成熟的功能开发，键盘面对的群体，我个人觉得还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空间内，比如说瓦罗兰特、音游或者是一些赛车类的游戏，才能发挥它本身的潜力。那如果你没有这些游戏的需求只是一个正常的办公码字，那或许机械轴才是一个结合声音手感上更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好了，以上面视频的全部内容，我觉得对你有些帮助的话，欢迎点赞点关注，下期视频再见，拜拜。